知道日本有设立忍者研究所，专门在研究忍术吗？为什么日本会有忍者这个职业？动漫中的忍术又是真的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日本古代最神秘的特工忍者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相信很多观众小时候都看过《火影忍者》，对于像是螺旋丸影分身之术这些经典忍术，应该也不陌生。不过，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真实的忍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呢？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面，忍者是个身穿黑衣、神出鬼没的刺客，不只能够飞檐走壁，还可以施展各种宛如魔法的忍术。但这样的想象真的是正确的吗？今天我们会来看看日本为什么会出现忍者这个职业，动漫当中的那些忍术是真的吗？现在的日本还有没有忍者呢？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为什么你的公司总是没有知名度？为什么你的频道总是没人看？今天要介绍的课程是品牌实战学，讲师是前里奥贝纳集团的执行长 Margaret 黄丽燕，麦当劳、宾士、海尼根等等的顶尖品牌都指名要他操盘，里奥贝纳也在他的带领之下，创造了连续11年台湾第一大广告代理商的纪录。在这门课当中有4个阶梯，一套系统，10个品牌案例，2场 CEO 对话，只要5个小时就能够汲取40年的品牌实战经验，让你打造品牌的功夫大有劲。课程即将在2月29日上线，在这之前限时优惠5490元，输入折扣码再折400元。心动的话，赶快点击官网了解更多吧。忍者是古代日本专门战斗或是收集情报的职业。虽然说大家对于忍者的印象可能是身穿黑衣、忍者鞋、只露出眼睛的刺客，但其实相较于刺杀或是战斗，更多时候忍者执行的是情报收集的任务。因此，大部分的忍者呢都是以平民、商人的样貌生活在敌国，来让自己隐身在人群之中。所以说呢，忍者穿的衣服平时可能就跟一般老百姓没有两样，只有在战斗或是潜入敌营的时候会改穿深色的衣服。历史上面呢，忍者这个职业的雏形可以追溯到西元6世纪，当时日本的圣德太子有专门帮他收集情报的手下，便称为是智能变，也是后来忍者的前身。一直到了14世纪的初期，封建时代的日本大大小小领主各据一方，越来越常发生冲突。再加上当时的战争形态从原先的大规模平原战斗，逐渐的变成了山谷里面的游击战。因此，领主们呢对于情报搜集还有敌后扰乱任务的需求又变得越来越多，促成了忍者这项职业的兴起。久而久之呢，各地也出现了不同的忍者流派，而最有名的就是甲贺与伊贺两大阵营。日本的甲贺市跟伊贺市呢是忍者的2大发源地，双方培养出来的忍者特色不太一样。被称为是甲贺众的甲贺忍者呢，根据记载主要会执行情报任务，而因为甲贺产药草，他们很擅长呢乔装成精通医药的药商，潜入敌营刺探情报。另外呢，他们也对自己的领主非常的忠心。而至于被称为是伊贺众的伊贺忍者呢，则是比较注重战斗任务，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以职业佣兵的身份被不同的领主雇佣。传说当中，甲贺跟伊贺呢是世仇，就像是动画忍者哈特利演的一样。甲贺流的烟卷呢，看到伊贺流的哈特利就会不爽。确实，在历史上面呢，甲贺与伊贺常常效力于不同的君主，隶属于不同的阵营。像是甲贺忍者效忠于丰臣秀吉，而伊贺忍者呢则受雇于德川家康。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认定伊贺跟甲贺是死对头。不过根据研究，双方其实有过联姻的关系，并不是一直在互相厮杀，比较像是2个独立的流派各自发展而已。那么，如果想要成为一位忍者，要经过什么样的关卡呢？很多时候，你的出身背景会决定你能不能够成为忍者。像是甲贺忍者跟伊贺忍者成员几乎都出自于同一个家族。生长在忍者世家的男孩呢，从小就要接受体术武器的训练，还有像是游泳、骑马的能力。而准备要成为忍者的少年呢，也会被送到野外锻炼求生技巧跟野战能力。除了要接受辛苦的训练之外呢，忍者也很重视正心。大多数忍者呢，都会遵守3禁，禁止酒、色、欲干扰自己的心灵。而随着能力的不同忍者可能会被指派不同的任务。举例来说，有些流派呢有上忍中忍、下忍的阶级制度。上忍以策略布局为主，中忍呢则是在对战时领导群体，至于下忍呢则是站在最前线与敌方交手。不过关于忍者修行的细节呢，历史上面的资料不是很多，主要是因为在古代很多忍者的修行都是口头传授，没有留下记录。后来人们呢，大多只能透过一本叫做《万川集海》的书来了解忍者文化。
传说当中呢，万川奇海是由甲贺的一位隐士所撰写，代代相传到今天就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这本书中将伊贺与甲贺两者的忍术统整为一本百科词典，内容非常的丰富哦，像是忍者会用到的武器、道具都会写上制作的方法，还有像是从忍者的心法啊、武术啊、交际术、天文术等等都有丰富的记载。那说到这里，忍术到底是什么呢？好火球啊、影分身之术是真的吗？忍者除了要学习侦查、情报搜集的技巧之外呢，还要学习像是战斗、隐匿、逃脱等等的方法，这些技术就被通称为是忍术。那当然，真实的忍术呢，不像动漫里面的好火球之术啊、影分身之术那么的华丽，比较像是更有知识与技巧的展现。举例来说，为了要获取情报，忍者呢要学会运用心理学跟话术操控人心来套取情报；而为了要独自执行任务，对于观察星象啊、地理环境的知识，要早学都要有所研究。还有，假使意外被敌人发现，忍者可能就要用变装术乔装成僧侣啊，或者是街头艺人，躲藏在人群之中。有些忍者呢，则特别的擅长火遁，会利用爆炸啊、纵火或是放出烟雾来扰乱敌人，趁机逃跑。在万川集海的书当中呢，有很大一部分都在教导火药的运用方式。另外一方面，忍者也会需要战斗的时候，所以呢，不但要精通武术，也要精通武器的使用。像是在动漫作品里面，我们常常会看到的苦无，其实就是真实存在过的工具，主要是用来挖掘土壤或是攀墙的时候使用，也可以用来防身，或者是忍者也时常使用镰刀改造而成的锁链作为近身搏斗的武器。顺带一提哦，忍者动漫当中呢，常常看到的结印也是真实存在的。这些手势呢，主要来自于佛教文化。忍者有的时候呢，在执行任务时打出结印，不过结印的功用呢，比较接近于冥想，目的是提升当下的精神力啊、专注力，或是祈求神明保佑，并不是真的能够放出什么大招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几位传说中的忍者。只要是提到忍者历史哦，就一定会出现服部半藏这号大名鼎鼎的人物。严格来说，他不算是忍者，而是忍者的头头，属于伊贺流派，侍奉于德川家康。不过呢，服部半藏其实是一位职位的称呼哦，真正被世人推崇的呢是继承这项名号的第二代家主服部正成。传说在1582年的本能寺之变当中呢，明治光秀叛变，迫使原本准备统一日本的织田信长自杀身亡。而身为盟军的德川家康面对事态大乱，需要紧急的撤离走捷径经过伊贺，但当时呢德川家康兵马不足，状况非常危险。这个时候，服部半藏呢率领了200位的忍者护送德川家康，成功的脱离险境，立下了大功，而得到了鬼半藏称号。还有一位常常被提到的传奇忍者叫做猿飞佐助。虽然说呢，不少人认为他是凭空杜撰的虚构角色，不过也是有传说呢是真有其人。猿飞佐助是甲贺忍者，曾经带领着10位能力出众的部下真田持勇士，侍奉战国时期的武将真田幸村。而在动漫《火影忍者》当中的第3代火影父亲的名字就是用猿飞佐助来命名。可惜的是，因为大部分的忍者都需要隐姓埋名哦，能够被记载的人非常有限，很多优秀的忍者在历史上面都不会留下任何的蛛丝马迹。而随着后来忍者的没落，日本也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名声响亮的忍者了。到了江户时代，日本结束了群雄割据的情况，迎来了太平盛世，大家渐渐不需要聘用忍者了。而到了明治时代呢，日本政府成立了警察还有军队制度，情报任务呢由国家的军情单位处理，忍者这个职业就这样子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之中。不过目前在日本呢，还是有几位号称是最后忍者的人物，一位是甲贺流的第21代传人川上仁一，现职呢是一位工程师；另外一位呢则是自称户影流派的34代中家初见良昭，现在主要在经营武术馆。大部分的忍者的后代呢都已经从事普通的职业，过着普通的人生。而虽然忍者的这份职业已经消失了，但日本政府还是很努力的想要保存这样子的文化。像是在伊贺市啊，还有甲贺市都成立了忍者文化的纪念馆。伊贺市的三重大学呢，还设立有专门的忍术研究中心，开设研究生学程。就读的学生呢，不只要研究忍者历史，还要将古书当中出现过的忍术啊、药物、忍具实际进行科学实验，来分析这些古老的智慧能否被应用在现代的社会当中。另外，由于日本2的发音跟忍的这个发音近似哦，日本有些地方呢，还会在每年的2月22日举办忍者纪念日，来发扬忍者文化。在各界的努力之下呢，忍者不只成为了日本最有特色的文化之一，也深深的影响了后来的流行产业。虽然说忍者的时代结束了，但忍者在流行文化当中还是非常的活跃，像是忍者哈特利啊、忍者乱太郎、火影忍者，以忍者为主角的动漫或是电影数都数不完，连数码宝贝啊或是宝可梦都有伊贺兽啊、甲贺忍蛙这样子的角色。
而且呢，有的作品也跟过去的忍者强调的精神互相呼应。举例来说，研究忍者的教授认为火影忍者的主角鸣人贯彻了仁慈正义的精神，效忠于木叶信任伙伴们等等，其实都跟万川集海里面强调的忍之本质正心也中提到的仁义忠信精神相符合。或许我们也可以说，忍者的精神透过了动漫的作品，继续了影响了下一代的日本人。而另外，不止在日本，在欧美的作品当中呢，也可以看到了借用许多忍者的元素，像是忍者龟追杀比尔、终极杀阵、蝙蝠侠等等的作品都有忍者的身影。很多的好莱坞电影都喜欢安插忍者的角色在剧本当中，让电影呢增添更多神秘的东洋元素。某个方面来看呢，现在的忍者已经成为了日本文化外销全球最强的 IP 之一了。在研究自己之后呢，我们发现忍者的真实面貌跟原本想象的真的差很多。举例来说，在过去的年代，很多的忍者呢，其实更像是间谍的角色，执行的任务就是伪装成平民搜集情报，没有必要的话呢，也不会跟敌人起冲突。所以比起硬碰硬的战斗，忍者更倾向逃跑，保命才是第一要务。而现在人们心中的忍者形象呢，很多是后来在戏剧电影或是动漫当中才被塑造出来的。就拿手里剑这个武器来讲好了，很多人认为呢，它是忍者的标票。但有教授指出，手里剑呢以前是武士在用的，忍者似乎不太使用这样武器，应该是交互时代因为戏剧演出的需求，才把手里剑分给了忍者的角色使用。那么觉得，虽然忍者相关的流行作品确实让这个文化被很多人喜爱，但它也让大家对于忍者的想象变得比较扁平，会有一点点的可惜。那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更多的话呢，真的很推荐可以深入的研究相关的内容，那些忍术忍剧的资料非常的有趣，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好的，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要使出忍术，这集就到这里结束。今天呢，想要问大家，除了忍者文化，大家还希望听到什么呢？ A. 贯彻武士道精神的日本武士， B. 侍奉神明日本神社的女巫， C. 精通式神术士的阴阳师。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日本忍者是怎么出现的。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日本的公共澡堂以及土族禁止的文化。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